Hello，各位大家好，上班不要上，各位赚钱的时候多赚点，亏钱的时候少亏点。然后今天行情比较无聊，周末一般都是以窄幅震荡为主所以先来聊一些其他的新闻方面的东西然后第一个就是饿了么可能会在4月20号发行 ERC， 然后721的数字产品如果他真的要发以太这个链的话，我是觉得他很头铁因为中国应该是前1-2个星期才颁布了一个政策，说什么禁止 NFT 用于炒作行为然后禁止 NFT 用于泰达币然后 BTC 以太坊他们禁止用这种加密货币去交易所以就至于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发，以及它是以什么呈现，我们就期待一下20号会怎么样。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很耀眼的新在 NFT 上，等会跟大家讲然后暴雪正在调查玩家对 NFT 还有 P2E 加密货币游戏的兴趣然后暴雪它也算是一个叫得上名号的公司然后暴雪正考虑即将推出使命召唤系列中加入 NFT 元素然后其实我感觉正常游戏界的小伙伴是不太看得上炼油的，因为我也能理解因为现在很多很好玩的游戏为什么我要玩你这种 GameFi 呢？ GameFi 我还觉得核心是以赚为主的，而不是以玩为主的。然后就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最近马斯克想收购推特，大家也知道嘛，然后就这个事情就也有人去问赵长鹏他要不要收购他就说他完全没有收购推特的意向，就大概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推特正式启用毒丸计划来对抗马斯克的收购。毒丸计划就是指原有的股东为了保持自己的控股权，然后大量的增发一些低价的股票来稀释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为就是增加流动性，而且是一些低价的股票，就是这样就以此来对抗马斯克的恶意收购然后一般毒丸计划都是用在就是竞对那一方已经持有了一部分股票，而且也能到达威胁地位的时候马斯克确实是已经买了9个多个点也还是蛮多的。然后马斯克他其实他持有的股票份额目前披露的是只有参加董事会的权益就是在那种举手投票的权利就是他们没有对公司的决策和控制权。但马斯克的言论明显就不是这样，他给我的感觉他就想像操控币圈一样在操控推特。然后至于这个大战我们就吃瓜就好。然后我觉得这么精彩的故事未来可能冲浪普拉斯或者巫师财经也会写在他们自己的视频中然后如果看过这2个 UP 主的人应该也知道他们写过大量这样子的恶意并购案就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他们的 YouTube 视频，我觉得还是比较干货有营养的。这是月鸟就是今天耀眼的星其实我是不太知道它为什么一天能突破这么高的，就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我也想去学一下，就是很魔幻。就 NFT 市场我一直都不是我很专精的领域但是偶尔会看到一些新闻我会去关注一下。就是总体画风的话就是好像是猫头鹰吧，这些都而且是我没记错他好像是发了1万张，画风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然后可爱的。各位知道他为什么今天能那么耀眼的话能告诉我一下吗？我是非常之好奇的，因为现在市场行情都不是特别好NFT 我记得是前2天的新闻了，那2天我好像真的是我现在第3天酒才刚刚醒一点，太难受了，那个假酒真的是毁人我今天就是算精神状态好一点了，前2天是要死的，所以我就没有录视频然后我记得就是前2天在我喝多那2天的新闻就是猴子跟Azuki 地板加油都跌了，然后就是很魔幻。各位感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推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今天盘面其实周末没什么好说，然后前2期视频包括我喝多那天应该也有坚持爬起来录视频说最近就是一直在这附近震荡，确实是一直在这附近震荡。然后以太坊我也是依然维持前几期视频的原判的，就是它还是会围绕我这个通道在附近震荡，因为很明显我们先切换比特币大饼的话是这2波急涨急跌下来，就算是假突破之后呢量能就非常萎靡然后多空都不太行然后又正逢周末所以这个行情就是会偏窄幅震荡为主的。然后行情确实也比较无聊，
如果你是长线交易者，我建议你可以再等待一下时机。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的话，你开单务必带好止盈止损。然后今天也比较忙，就是忙到现在才回家才坐下来，就是在外面奔走相告了一整天。然后行情确实也很无聊，然后所以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我感兴趣的，然后新闻面或者消息面。然后今天是去重新做了一个美甲，因为前段时间是绿色的嘛，而且它已经太长了，我感觉它已经影响我的生活，就是我连系扣子还有我的系项链都成问题了，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就换成了应该是我觉得是直男喜欢的那种颜色吧。然后我去又重新接了一下睫毛，然后这个美瞳就是我上个星期买的，就是有点混血款，然后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但是感觉配这个睫毛好像是还是挺配，改天化个妆给大家看看。然后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关注、评论、频道，欢迎使用视频相关链接支持交易所，他们都是奖励金或手续费折扣的。然后欢迎关注我的推特，然后欢迎免费加入我的 Discord 社群和 Telegram 社群。然后祝各位晚安。